提起罗斯柴尔德家族，你脑海里是不是立刻浮现出富可敌国、神秘莫测这些词？作为传说中掌握着世界财富命脉的家族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大众的目光。今天咱们就来爬一爬这个超级豪门，看看他们都把钱花在了哪些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方。别急着猜飞机游艇，对他们来说，那些简直是小孩子的把戏。早在19世纪初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刚开始发家，就一眼盯上了土地这块肥肉。老罗斯柴尔德最看重的三儿子纳坦，1804年就去了伦敦，没多久就成了金融界的大佬。他最厉害的一招是在滑铁卢战争后，通过国债交易让家族资产翻了2500倍。怪不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很多大手笔投资都在大英帝国。纳坦在1836年去世前，把巨大的财富和蒸蒸日上的生意都留给了儿子，其中就包括他去世前1年买下的豪华宅邸古奈斯伯里庄园的主宅和花园。到了1889年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又把庄园剩下的小宅里和土地也收入囊中，至此整个古奈斯伯里庄园都姓了罗。他们还不满足，又继续扩建，把周围大片区域都并了进来。直到1925年，纳坦的孙子去世后，庄园才以13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当地政府。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博物馆，向公众开放。从1840年开始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又在英国东南部的白金汉郡及其周边大量购置地产，这当地响当当当的大地主。蒙特莫尔塔楼、弗林特屋、霍尔顿度假屋、霍尔顿度假屋，还有被称为围墙中的花园的私人花园 Alworth 都是他们的名下资产。光在英国，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地产和不动产总价值就高达几十亿美元。你可以想象，他们对土地的狂热简直到了极致。别以为他们只在英国玩大的，据统计，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全球范围内的房地产投资据说高达250亿美元，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他们发家了欧洲。你可能想不到，他们甚至曾以11、2亿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一块跟整个曼哈顿市差不多大小的奥地利土地。作为金融史上最有名的犹太家族，他们还把目光投向了巴勒斯坦。从1882年起，家族第3代埃德蒙德·罗斯柴尔德就在那里进行了大量的地产投资。1923年，他们甚至成立了巴勒斯坦犹太殖民协会。到了1930年，这个协会已经在巴勒斯坦积累了5200公顷的土地，并在上面盖了50多个地产项目。当然，除了看得见的土地，现代金融的股票市场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战场。1961年，罗斯柴尔德家族成立了罗斯柴尔德投资信托公司，这家位于伦敦的投资公司专门投资证券，净资本高达8亿美元。说完了天价的地产和金融投资，家族成员总得有点私人的兴趣爱好吧？没错，像开天提到的游艇和飞机，对他们来说只是小玩意儿。就拿英系罗斯柴尔德分支的后代纳克罗斯柴尔德来说吧，这位有名的纨绔子弟，在2012年因为投资管理失败，让无数投资者损失惨重，名声彻底臭了。但这丝毫没影响他继续享受奢华生活。著名的安罗亚公司就曾为他定制了一艘价值1亿美元的豪华游艇，名叫第9行星。这艘游艇足有240英尺长，巨大的空间里可以安排26名船员提供服务，还有8个船舱能容纳16名客人开派对，甚至还有一个停机坪方便主人随时空降直升机。就算纳特把客户的钱赔光，被自家集团董事会扫地出门，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他名下还有一架价值6000万美元的庞巴迪环球6000私人飞机。作为起源于欧洲的豪门望族，他们的日常生活自然少不了红酒。不过跟咱们普通人买酒喝不一样，巨富家族的做法是直接把酒庄买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当今世界最著名的5大酒庄里，拉菲酒庄和木桶酒庄统统都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。拉菲酒庄是在1868年被詹姆斯·罗斯柴尔德爵士以天价440万法郎在拍卖会上买下的，直到今天，它仍然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。在经历了根瘤牙战争、灾荒等一系列波尔多危机后，拉菲酒庄依然能保持世界顶级葡萄酒的声誉。这不得不归功于埃里男爵的侄子埃利克·罗斯柴尔德男爵，也就是现任的拉菲酒庄庄主。拉菲酒庄旗下光听名字就贵气十足的产品一大堆，比如拉菲古堡、米隆男爵、拉菲贵族甜白莱斯古堡等等。再说木桶酒庄，它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缘分开始于1853年，当时纳萨尼尔·罗斯柴尔德男爵为了能用自家的葡萄酒招待客人，买下了木桶酒庄的前身，并把它命名为木桶酒庄。菲利普·罗斯柴尔德男爵正式入主。木桶酒庄在1855年的波尔多分级中最初被列为2级庄，但到了1973年，它却史无前例地升级为了1级葡萄庄园，这也是波尔多分级后唯一升级的酒庄。从此，木桶酒庄也成为了法国波尔多5大顶级酒庄之一。木桶酒庄的红葡萄园占地83公顷，据说常年为法国皇室提供红酒，深受法王路易14的信任和喜爱。除了美酒，富豪们的生活自然也少不了珠宝，特别是那些升值空间高的贵金属，黄金。这个罗斯柴尔德家族靠货币交易起家的根本，一直是他们非常看重的投资目标。在罗斯柴尔德家族兴起的时候，金本位制已经呼之欲出，各通过熟练操作黄金货币，
成了英国军费的主要筹集者和提供者，为英国军队的后勤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因此也获得了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。伦敦黄金市场是全球黄金交易的中心，而伦敦金的价格就是全球黄金交易的基础价。每天上午10点半和下午3点，黄金定价室会进行2次定价，而这个定价室就设在英国罗斯柴尔德银行的总部内。从1919年开始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都是这个定价机制的主席。然而，在2004年，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宣布退出，让外界百思不得其解。直到10年后的2013年，密室定价操纵金价的丑闻爆发，这个秘密才大白天下。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已全身而退，除了黄金，钻石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大手笔投机的贵重金属之一。占有世界钻石产量40%的戴格尔斯公司背后，也有着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身影。几乎没有哪个富豪能对艺术品收藏不感兴趣。罗斯柴尔德这个名字在收藏界简直是最高等级的代名词。佳士得副主席查尔斯·卡特曾说过，罗斯柴尔德家族书写了一段非凡的收藏历史。他们的名字意味着精品中的精品，他们是有史以来除皇室以外最顶级的收藏世家。世界上许多伟大的艺术品都被他们收入囊中，他们甚至还从其他著名藏家那里购得了不少珍品。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众多藏品中，古斯塔夫·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收藏尤其引人注目。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套名为《罗斯柴尔德使徒》的珐琅饰板。这些饰板曾经是威尼斯天堂山圣母圣殿教堂的圣坛装饰，出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珐琅师莱昂纳尔·利穆赞之手。1875年，古斯塔夫·罗斯柴尔德男爵购藏了这套珍品。如今，这套珐琅使徒饰板的官端估价高达20到30万英镑。罗斯柴尔德家族支系庞大，除了金融业，也有一些后代另辟蹊径，探索不同的领域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，而金钱则是发展兴趣必不可少的支柱。列昂内尔·沃特·罗斯柴尔德就是这样一位。他既是银行家，也是动物学家，甚至还写过一本关于稀有鸟类的书《发现最美的鸟》。列昂内尔7岁时就宣布要自己经营一个动物学博物馆。从小他就收集昆虫、蝴蝶和各种动物，袋鼠和奇异鸟类都是他的宠物。他虽然进入家族银行工作，但显然他对金融并不感兴趣。直到40岁，他终于获准放弃了金融领域。他的父母为了补偿他，专门为他建立了一家动物学博物馆，并雇佣探险家到全世界为他寻找珍稀动物。列昂内尔的藏品多得惊人，30万张鸟皮、20万只鸟蛋、225万只蝴蝶和3万只甲虫，还有数千种哺乳动物、爬行动物和鱼类。这在私人收藏界简直是前所未有的成就。你可能听过罗斯柴尔德长颈鹿，没错，那种有5个角的长颈鹿就是根据他的姓氏命名的。此外，还有153种昆虫、58种鸟、17种哺乳动物、3种鱼、3种蜘蛛、2种爬行动物和1种千足虫，都以他的姓氏命名。1892年，列昂内尔的私人博物馆正式开放，这里收藏着世界上最多的博物学藏品。可惜，在1932年，他受到一个女人的勒索，被迫将大部分鸟类藏品卖给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。1937年，列昂内尔去世，按照遗嘱，他将自己的私人博物馆捐给了大英博物馆的自然史馆部分。你看，一个能够与国家抗衡的富豪世家，他们享受买的乐趣，是不是远超你的想象吗？